大家好，这节我们先来修个 bug。我们可以看到角色在奔跑的过程中起跳，这个落地动作需要做完以后才会过渡到我们的重新开始奔跑。那么我们打开我们的过渡关系这边我们设置的是自动规则，自动规则的过渡需要动作做到一定程度才会进行过渡。我们可以把这个动画调快，当然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在规则里面使用落地。好，这样应该就可以了。接下来讲一下这一节的目标。我们要完善一下这个基础的动画蓝图模板。我给它打开，在事件图表中，我们上一节是留了这么一个坑。我们使用了传统的方式来制作我们的参数获取这一部分。从这一节开始，我们将在 C++ 中演示如何使用多线程的模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并且更加的高效。好，我们进入 Rider 中，打开 myBaseAnimeInstance.h 这个头文件。我们先来添加几个成员变量。在动画蓝图中，我们会经常需要用到 character 以及 character 的这个移动组件 movement component。我们不应该像这样每一帧都尝试去获取它并且转换，而是在初始化的时候一次性获取，处理好我们需要的一些成员，然后把它们缓存在内部。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在这个地方，我们 protected， 然后我们会需要一个 a character 类型的指针，对吧？叫做 character。但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写，我们不能使用裸指针，因为我们的 anime instance 它是属于 character 的。如果我们使用裸指针引用了我们的负极的话，会阻止系统销毁这个 character。在这里 ，a character 它是一个继承自 uObject 的类型，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tObject_ptr。然后由于我们只需要观察我们的 character， 而不需要去强制拥有它，所以我们使用 twigObject_ptr。我们把这里改一下。然后它的类型是 a actor。我这边加一个前置声明，然后这边改成 character_ptr， 这样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指针。好，这边加一个 class 的向前声明的理由是我们现在把这个代码写在插件中，插件编译的时候，它的要求会更加的严格。虽然我们在这个文件中，系统是默认已经知道了有 a character 这么一个类，但是在编译插件的时候，系统会无视掉这个条件，它会认为我们 a character 没有定义，所以我们在这里先加一个前置声明，以后在 CPP 中再去包括它的 include 的文件。好，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以同样的方式去定义一个那个运动组件 movement component。class 叫做 u， 我们应该是一个 character movement。component u character movement， 不对 component， 然后我们名字就叫做 movement component ptr。
我们先给它设置成 non-pointer， 这边也一样，就初始化一下。接着来定义一些计算运动状态时会需要用到的参数。我们使用一个 f-factor 向量，首先来定义几个速度相关的类，一个叫 word velocity 等于0向量，然后这边我们的这些属性是要在蓝图中用的，所以我们需要加上一些标签 uProperty， 然后我们会需要它 editor anywhere， 然后是 blueprint readable 应该就可以了。read only，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标签，这个 category。由于我们这个代码写在插件中，所有暴露给蓝图的属性都必须要这一个标签，否则的话编译会不通过。我们这边标签叫速度类吧 ，velocity。好，像这样我们再来创建几个，我们有了世界的速度，然后我们来创建一个2D 的世界速度，复制一下，直接一起复制。2D 这样，然后有了世界速度之后，我们再来复制一个 local 的一个速度。local velocity 这个也使用 2D。好，接下来我们再加一个是否拥有速度，我们这边就使用 ball， 然后虚幻这边的ball 的变量的话，要用小写的 b 开头。B has velocity to d， 默认我们让它等于 false。好，我们接下来创建一系列的加速度相关的变量。我们继续粘贴，加一个世界加速度 ，word acceleration， 然后这个地方标签就改成加速度。acceleration。好，同样的，我们复制一下。再复制一下，继续。我们再来创建几个位置旋转，总之先复制一下 ，position 叫 word location， 然
这边用一个 float 的变量 delta location， 这个代表的是两帧之间的位移差。然后 rotation， and vector， word rotation。这里我们虚幻引擎有一个专门的 f rotator 用来表示旋转，我们就不用这个 vector 了。rotator。接下来为了计算这些变量，我们会需要重写几个函数。我们写到上面 public virtual void native， 我们按顺序来，第一个是 native initialize， 好，这个它是初始化。然后第二个是 native update， 没问题，这个继续。第三个是 native thread safe update， 这是在工作线程的一个 update。好，然后还有一个 virtual void。叫做 post calculate， 也有 native post evaluate animation， 这个我们把它定义生成一下。首先是 initialize animation， 它在动画实例初始化的阶段被调用。我们一般在这个时期去获得并缓存一些其他对象的指针，方便之后的调用。然后是 update animation， 它每一帧调用，我们一般在这期间去计算动画需要的一些数据。然后与之相对的有一个 thread safe update animation， 这两个的区别是，上面这个是在游戏线程中调用的，下面这个是在工作线程中调用的。也就是说，我们会把一些繁琐的计算任务交给我们的多线程后台，也就是 thread safe update animation 来计算，然后把一些非常直接的、简单的，或者说必须在游戏线程中进行的操作交给我们的 update animation。然后是 post evaluate animation， 它在前面所有的计算完成之后，渲染开始之前调用，允许我们做一些计算完之后的处理。那我们现在就先在 initialize animation 里面把这两个成员变量给赋值一下。我们来到这边，首先我们的 character PTR， 我们直接等于 cast a character， 然后这边我们 try get pointer， 然后这边我们没有导入 a character 的类型，也就是它的头文件，所以这边会报错不完整，我们直接添加一下就好了。就像这样把它的 include 文件包括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获得的 character 是否为空 ，if character ptr 点 is valid， 因为我们这个 character ptr 它是一个 weak object ptr， 我们一般不直接判断它是不是等于1，我们使用这个 is valid 来判断它是不是为空。好，如果我们这个角色指针是有效的话，我们再来设置我们的这个运动的指针。等于 character ptr get movement component， 当然我们这里是一个 weak object ptr， 一般来说我们要这样写，点 get， 然后再去使用它。当然不写点 get 的话，系统会默认帮我们转换。好，接下来我们这里呢2个指针已经设置完了，我们顺带着就把我们这个 word location 也初始化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比较特殊，我们的 word location 它一开始一般都不会等于0，我们不会把角色刚好放到0的那个位置。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去初始化它的话，我们第一帧角色的位置就会被设置成000，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这边直接让它等于 character ptr， 然后我们去获得点 get， 然后去找到 location get actor location， 好，这样就行了。我们这里 get movement component 返回的是一个 pawn movement component， 可能有一些问题，我们想要的是一个 character movement component， 这是它的一个基类，我们找一找这个，它返回的是 character movement component。 好，我们就用这个吧。首先我们关掉编辑器，然后尝试着编译一下。好，我们发现有一个错误，这边显示的是 weak object ptr operate 等于没有重载函数可以转换所有参数类型。那我们观察一下下面的，大致的是告诉我们这个 character movement component 这里有问题，它不能够默认的重载。我们看一下这里 movement component， 那这边出现这个问题，大概率是我们的头文件没有包含 movement component 这个 ptr 虽然已经被声明了，但是我们没有头文件，它没有内部的构造信息。那我们在这边给它包含一下。大家如果不知道这个头文件去哪里找，问一下你们的 AI 小助手。include， 这个还挺智能。好 ，character movement component， 我们再来编译一下试一下。好，这样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处理多线程的计算，为了防止这一批的时长太长了，我们先在这里停一下。